没想到开端的剧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再次醒来，还是凌晨3点，客厅又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。人脸解锁失败。经过前2次的循环，让我逐渐冷静下来，还是要尽快去阻止外婆走出房间。我尽可能的小声趴在门口，女人还是以奇怪的姿势解锁着手机。这次我毫不犹豫地拔掉房门的钥匙，但是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声响。女人快速地转过头，在快要触碰到我的瞬间，我已经闪进外婆的房间，迅速锁上门。门把手被快速地扭动，我赶忙拿起外婆的手机充上电。可这种老式手机开机的时间会很长。外婆呆呆地看着外面，这是怎么了？外面有坏人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，你快躲起来，我们来玩躲猫猫，不要被他发现。外婆开心的像个孩子，她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躲猫猫，躲在床下笑嘻嘻的看着我。开门，你开门，都得死！一声声的巨响，好似下一秒门就要被撞开。我挪动床头柜以及外婆的拐杖抵住房门，焦急地按着手机的开机键，可还是显示电量低，无法开机。门外安静了一会儿，突然尖锐的刀刺破了房门，原本平整的房门上多了一道很深的裂痕，一只狰狞的眼睛透过房门向我们看来。我大声地质问：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不要杀害我们！门外传来一阵嘶哑诡异的笑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们陪小可一起死。小可这个名字我非常熟悉，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。我想起来了，门外那个应该是王琴，她是一个单亲母亲，而小可是她的女儿，一个曾经非常温暖且胆小的女孩。王琴曾一度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能报道她女儿的事，没想到她会直接找到我家，还想把我和外婆杀死。眼看着门上的裂痕越来越大，我有些绝望。我可以出来了吗？我趴不住了，地上好冷啊，我不想玩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外婆想要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我着急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求求你，外婆再趴一会儿就好，你别说话。外婆似乎被我疯狂的样子吓到了，她颤颤巍巍地收回了自己的手，乖乖地趴在床底下。砸门声依旧在继续。幸运的是，手机终于开机了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跟警察说明了情况。警察严肃地让我一定要躲好，他们10分钟就到。10分钟，只要再撑过10分钟就好。小右，坏人进来了。我听到外婆的惊呼声，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王琴已经站在了我面前，她是顺着门上的裂痕打开了门锁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但没有熟悉的疼痛感。睁开眼，就看到原本应该躲在床底下的外婆挡在了我面前。我崩溃了，王琴，我有错，但是我的外婆有老年痴呆，她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王琴歪着脑袋，看着状态接近癫狂，可见失去女儿对她造成的打击有多大。你们都该死！王琴尖锐地吼道。小可又有什么错？凭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她？为什么你连个事实都不愿意公之于众？伴随着刀光闪烁，我又一次失去了意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。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：人脸解锁失败。